大家好，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我是余茂春。10多年来，北京一直稳步推进一项长期布局，将伊朗打造为中国中东战略的关键支点。然而，近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这一构想如今正面临重大挫折。在美国的主要对手之中，中共其实处于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与俄罗斯、伊朗、北韩、古巴或委内瑞拉不同，唯独中共仍深度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北京正是凭借这一体系所累积的庞大国家资本，成为反美金主，逐步与多个对美国抱持敌意的政权建立战略联系。然而，这一网络的实际战略效果并不均衡。尽管中共倾注了大量战略物资和财贸资源，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陷入长期僵局，委内瑞拉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北韩与古巴虽然仍具挑战性，但整体影响相对有限。相比之下，伊朗一直被视为最具反美敌意和行动力，也是最具战略价值的一个节点。换言之，对北京而言，德黑兰并不只是众多合作伙伴之一，而是中国整体地缘政治布局中的核心环节。中国共产党在伊朗身上的投入也可谓相当可观。2021年3月，中国与伊朗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其中包括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供约4000亿美元的巨额承诺，作为长期基础建设与能源投资。2023年，伊朗被正式拉进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纳入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安全合作架构。在能源领域，中国目前已成为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购买量约在伊朗石油出口的90%。对中国而言，这只占其石油进口总量的大约12%，但对伊朗经济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伊朗的地理位置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位于波斯湾与中亚之间，是连接陆上一带与海上一路的重要节点。在战略层面，伊朗为中国提供了一条潜在的能源运输通道，使北京有机会降低对由美国海军掌控的海上要道的依赖。在政治层面，它也让中国可以在一个长期受美国影响的地区建立更具存在感的前沿据点。此外，伊朗还在另一层面上服务于中国的战略利益，透过支持区域武装代理人并维持中东的紧张局势，德黑兰在客观上牵制了美国的战略注意力。一个持续投入大量资源处理伊朗问题，包括其核计划与遍布各地武装网络的美国，自然较难将全部战略中心集中于另一个更大的挑战——中共在印太地区的称霸野心。这正是北京原本的战略逻辑。然而，去年6月的午夜铁锤行动，以及2月底的史诗之怒行动，使整个战略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与以色列的协同行动重创了伊朗的浓缩铀设施，削弱其军工体系与武器库存，也动摇了伊朗作为潜在核武国家的战略可信度。伊朗过去透过核边缘策略为其地区行动提供保护伞的能力也因此大幅下降。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也暴露出所谓 CRINK 轴心，中国、俄罗斯、伊朗与北韩在实际战略协调方面的局限。当伊朗遭受持续军事打击时，其所谓的战略伙伴并未提供任何显著的支持，伊朗最终只能独自承受这些冲击。对北京而言，其战略后果不容忽视。一个军事能力受损、内部压力加大的伊朗，将难以继续充当分散美国注意力的可靠战略支点。它在区域制造不稳定、牵制美国资源的能力也势必受到限制。同时，与伊朗港口、铁路走廊与能源基础设施相关的一带一路项目，也将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与安全风险。北京原本构想中能够避开美国海军控制的陆上能源通道，如今前景变得更加不明朗。中国原本压住的是一个自信、强硬反美且持续追求核能力的伊朗，但现实情况却是，北京如今必须面对一个遭受重创、战略价值明显下降的合作伙伴。此外，北京长期以来试图在两条相互矛盾的政策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君主国的关系，
另一方面又持续维持与伊朗政权的紧密联系。中国往往将自己定位为中立的经济合作伙伴，但同时却不断深化与德黑兰的战略合作。在伊朗实力受挫的背景下，这种平衡策略正变得更加难以维持。对于2月底的史诗之路行动，中国官方的反应迅速而一致。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北京谴责相关军事行动为不公正且违反国际法。然而，这种立场再次凸显中国外交政策的虚伪性和长期存在的一种矛盾。北京从未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也始终拒绝直接批评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所发动的暴力行为，包括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这种差异进一步强化了一种印象：中国往往在符合自身利益时强调主权与国际法，但在涉及其合作伙伴时则保持沉默。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一变化同样具有象征意义。近期，美国总统川普将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在这场会谈之前，美国已经展示出其能力与决心，直接削弱中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支柱。其中的教训相当清楚：一项建立在脆弱且专制代理人之上的大战略，本身就蕴含高度风险。在伊朗问题上，中国曾经相信自己找到了理想的战略伙伴，地理位置关键，意识形态相近，并且愿意挑战美国的区域影响力。如今这场战略压注显然已经失败。